歡迎嚟到懸疑檔案。俗語有話，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相信大家都有過咁樣嘅經歷。譬如話係行路踩到米田共，落雨冇帶遮，或者係出門口唔記得帶銀包等。不過呢啲事對於我哋今日嘅主角嚟講，根本就係微不足道，因為佢嘅一生都充滿咗不幸，而且厄運仲降臨到佢嘅屋企人身上。今日嘅主角叫做卡，於1960年喺紐約州嘅 Seneca County 出世。佢嘅家族喺當地擁有一個大農場，靠住種植農作物同埋飼養馬匹為生。不過卡對於農業並冇興趣，所以佢喺成年之後就加入咗空軍。1980年代，卡被調到畢達州駐守。佢喺一場聚會中認識咗 Christina， 佢哋好快就墮入愛河，並步入咗婚姻嘅殿堂。結婚之後，佢哋誕下咗3個仔女 Aaron、Levi 同埋 Katie。冇幾耐之後，卡喺空軍退役，並帶住屋企人搬返咗 Seneca County。卡喺當地嘅一間礦場工作，而 Christina 就成為咗一位家庭主婦，專心喺屋企度相夫教子。比起做空軍嘅豐厚收入，礦工嘅薪水雖然微薄，但係亦都總算可以過住3餐溫飽嘅生活。不過卡就開始被厄運纏身。1986年，佢全新嘅野馬轎車無緣無故咁喺車道上着火，最終被燒成咗廢鐵。好彩嘅係，卡幫架車買咗保險，並獲得1萬美元嘅賠償金。冇幾耐之後，卡又被礦場裁員，一夜之間就冇咗收入，只可以暫時依靠存款生活。Christina 嘅爸爸喺加州擁有一間成功嘅企業。佢知道女女同埋女婿嘅困境之後，就邀請卡過嚟公司幫手，仲俾佢成為公司嘅合夥人。卡接受咗外父嘅邀請，並同屋企人搬到咗加州定居。當時外父打算俾佢哋一家人免費住喺自己平時用嚟出租嘅嗰間屋度。不過可能係因為唔想俾其他人睇唔起，卡拒絕咗外父嘅好意，並喺郊區度買咗一棟舊屋。雖然間屋好舊，不過Christina 都係盡心盡力將間屋佈置成溫暖嘅安樂窩，一切睇起嚟都喺度往美好嘅方向發展。但係厄運又再次降臨啦。1991年1月1號下晝，3個仔女喺自己間房度瞓晏覺，Christina 喺浴室度沖涼，而卡就望住喺閣樓度修理吊扇。過程中，卡去到咗車房拎其他嘅維修工具。呢個時候，卡聽到咗妻子嘅尖叫聲，佢行出車房，發現間屋竟然燒着咗。於是佢不顧一切咁跑入咗仔仔間房，將佢抱出火場。由於火勢已經開始蔓延，卡冇辦法進入間屋，所以佢就喺出邊剝爛咗女女間房嘅玻璃窗，並將佢哋救咗出嚟。當佢將3個仔女抱上車，並打算返去救妻子嘅時候，成間屋已經被大火吞噬啦。由於嗰個年代並唔係人人都有手機，加上佢哋住喺郊外地區，附近都冇鄰居，所以卡唯有揸車去到城入邊求救。可惜當消防員到達嘅時候，30歲嘅 Christina 已經不幸葬身火海。喺視察火場之後，消防員判定起火嘅源頭係喺浴室出邊。至於起火原因，卡大膽咁俾出咗自己嘅猜測。佢表示佢哋屋企用嘅係火水暖爐，所以 Christina 喺幾日之前就買咗5加侖嘅火水，準備幫暖爐入油。而屋企嘅寵物就唔小心將火水桶撞跌，搞到成塊地氈都被火水浸濕咗。卡接住講，佢喺去車房拎工具嘅時候，並冇熄閣樓嘅工作燈，或者係工作燈喺閣樓度跌咗落嚟，咁啱跌咗喺嗰塊被火水浸濕嘅地氈，所以先至會發生火警。不過消防員好快又發現咗另一個疑點，浴室嘅窗口被木板封住咗，亦即係話 Christina 唯一嘅逃生路徑都被封死咗，佢注定冇辦法喺呢場大火中生還。針對呢一點，卡表示 Christina 幾日前唔小心將窗口整爛咗，所以佢就暫時用木板將窗口封住，遲啲先至揾人嚟修理。經過解剖之後，法醫證實Christina 係因為吸入過量濃煙窒息而死噶。雖然 Christina 嘅屋企人認為卡一定同妻子嘅死有關，但係警方亦都揾唔到任何實質嘅證據證明佢有涉案，
所以最終以意外結案。喺火警發生嘅4日之後，卡就因為冇辦法再繼續留喺呢個傷心地，所以就匆匆帶住3個仔女搬返咗紐約。佢哋亦都因為咁而缺席咗 Christina 嘅喪禮。與此同時，卡已經拎住保單去到保險公司申請理賠，不過保險公司就對呢場意外有所懷疑，因為呢份保險係喺 Christina 出事嘅19日之前買㗎，而且金額仲高達215000美元，所以佢哋決定對呢場意外展開調查。保險公司請嚟咗一位法證電力工程師，對起火嘅原因進行調查。專家檢測咗火警現場嗰個已經被燒燶咗嘅工作燈，發現佢喺火警發生嘅時候根本就冇着，亦即係話卡所講嘅起火原因根本就唔成立。所以專家認為呢場火並非意外，而係人為縱火。佢將調查報告交咗俾保險公司，但係唔知道出於乜嘢原因，佢哋最終都係俾咗卡215000美元嘅賠償金。另外，加州嘅一位資深火警調查員亦都認為呢場火非常可疑，因為案發現場有新鮮嘅火水痕跡，好大可能係人為縱火。所以佢向上司提出要求，俾佢去到紐約同卡面談，了解火警嘅細節。不過上司就以經費不足為理由拒絕咗佢嘅要求，於是調查工作就咁樣不了了之。另一方面，搬返咗紐約嘅卡，利用部分嘅保險賠償金，同父母買咗農場嘅一塊地，並開始咗繁育馬匹嘅生意。1年之後，佢就同第2任妻子 Cindy 結婚，並誕下咗一個仔 Alex。Cindy 同卡嘅3個仔女相處得唔錯，卡亦都已經放低咗過去嘅悲傷，並對未來充滿咗期待。然而厄運又再次揾上咗佢。2002年嘅某一日凌晨，Cindy 突然被丈夫叫醒，並吩咐佢即刻打911報警電話，因為佢哋農場嘅穀倉着緊火。當消防員趕到嘅時候，穀倉已經被大火吞噬，而一齊陪葬嘅仲有3匹名貴嘅比利時賽馬。不過卡一早已經未雨綢繆，幫啲馬買咗保險，並獲得115000美元嘅賠償金。呢一次嘅火警再次令到啲仔女對卡起咗疑心。事實上，喺 Christina 過身之後，3個仔女同卡嘅關係亦都有咗隔膜。呢個時候，3個仔女已經係青少年啦。大女 Aaron 回憶翻，爸爸喺當年火警發生之前，曾經喺3個仔女面前點火燒着咗一棵聖誕樹，俾佢哋睇下一間屋可以幾快被大火吞噬。喺啲仔女被救出嚟之後，Aaron 問咗卡媽媽喺邊度，而卡竟然同佢講媽媽已經喺天堂啦。然而當年只有5歲嘅 Levi 就清楚記得佢一直都聽到媽媽嘅求救聲，但係爸爸就無動於衷，只係靜靜咁企喺間屋出邊，望住大火慢慢咁將間屋吞噬。隨住年齡嘅增長，啲仔女都認為卡一定同媽媽嘅死有關，所以佢哋喺長大之後都各自搬咗出去，亦都切斷咗同爸爸嘅聯繫。Levi喺18歲就結咗婚，並誕下咗2個女。不過呢段婚姻只係維持咗5年，Levi就成為咗單親爸爸，獨自撫養2個女。經濟負擔加重之後，Levi除咗工廠嘅正職之外，佢仲需要打好幾份散工，先至可以應付生活開銷。呢個時候，卡主動同Levi聯絡，並提議佢得閒嘅時候可以過嚟農場度做散工。事實上，Levi因為自細就比較反叛，加上又迷上咗重金屬音樂，所以一直都唔受爸爸嘅歡迎。然而Levi嘅內心就一直都好渴望得到爸爸嘅認同。爸爸呢一次主動向佢示好，Levi亦都覺得可以趁住呢個機會嘗試同爸爸修補關係，所以就應承返到農場工作。但係佢唔知嘅係，呢一切都係爸爸嘅陰謀。2008年11月20號，卡同 Cindy 準備出門口出席親戚嘅喪禮，而Levi就喺車房度幫爸爸修理嗰架已經被車積積氣咗嘅 pickup。出門口之前，卡就去咗車房同Levi道別，之後佢就同 Cindy 揸車出發啦。4個鐘頭之後，佢哋返到咗農場，並見到咗令人心碎嘅一幕。Levi嘅心口被架車砸住，已經冇咗生命跡象。於是佢哋馬上報警。
警方到達現場之後，發現架車係被呢種 railroad jack 積起嚟㗎，而呢種積嘅支撐力好弱，所以警方好快就認為呢件事係一場意外。佢哋甚至冇叫法醫進行解剖，就草草以意外結案。巧合嘅係，李威喺出事當日手寫咗一份遺囑，入邊提到如果佢不幸過身嘅話，爸爸卡將會係佢嘅遺囑執行人，佢會將所有嘅財產留俾爸爸，並俾爸爸自行將財產分配俾佢嘅2個女。然而冇人知道，卡喺李威出事嘅17日之前，帶住個仔嚟到咗保險公司，並說服佢買咗一份價值70萬美元嘅人壽保險。受益人唔係佢嘅2個女，而係爸爸卡。Cindy 亦都係喺事後先至知道保單嘅事，雖然佢隱約覺得件事好似有啲唔對路，但係佢當時亦都確實冇任何理由質疑丈夫。不過拎到賠償金之後嘅卡，並冇將啲錢分俾李威嘅女，而係利用呢筆錢開設咗一個養鴨場，將啲鴨賣俾餐廳獲利，但係最後都係以失敗收場。而剩低嘅錢就被卡用嚟買新車，同埋帶 Cindy 四周圍旅行。雖然 Cindy 唔認同丈夫嘅做法，但係佢亦都的確因為呢筆錢而過上咗富裕嘅生活，所以亦都自然冇出聲。時間嚟到咗2012年，70萬嘅賠償金已經被卡使得七七八八啦。呢個時候 Cindy 突然不寒而慄，佢意識到自己嘅丈夫係一塊黑氣石，厄運似乎一直都圍繞住佢，而卡亦都咁啱可以喺呢啲意外中獲得高額嘅賠償金。佢好擔心自己將會成為丈夫嘅下一個不幸。Cindy 越諗越驚，於是就開始質問丈夫，而兩夫妻亦都因為呢件事經常嗌交。最終 Cindy 都係選擇同個仔 Alex 一齊搬咗出去。搬走之後 Cindy 即刻請咗一位私家偵探調查卡。冇幾耐之後，私家偵探就同 Cindy 講咗一個令佢感到毛骨悚然嘅消息。卡偷偷地幫 Cindy 買咗一份價值120萬美元嘅人壽保險，而受益人就係卡。知道咗呢個消息之後， Cindy 將自己嘅疑慮話咗俾一個親戚知，而親戚亦都選擇咗報警，並同警方講佢哋對卡嘅懷疑。警方翻閱咗資料之後，發現李威嘅死確實有疑點，所以就要求同 Cindy 會面，了解更多嘅細節。會面之前， Cindy 約咗卡喺一間餐廳度見面，並表示如果卡想要佢同 Alex 翻到佢身邊嘅話，就必須毫無保留咁對佢坦白。卡同意咗。喺談話嘅過程中，卡承認係佢趁住李威喺度整車嘅時候，將架車撳咗落去，所以李威嘅死並唔係意外。但係卡唔知嘅係 Cindy 已經將呢段對話偷偷咁錄低咗，並交咗俾警方。可惜因為餐廳嘅環境太嘈，所以警方並冇辦法清楚咁聽到卡所講嘅嘢。於是警方唯有要求 Cindy 佩戴專業嘅竊聽器，再次深入虎穴套卡嘅說話。雖然呢一次有咗專業設備嘅加持，不過卡就明顯有咗戒心。I mean, you're sorry about it, right? Every minute. Okay, Carl, and I asked you if you pushed the truck, and you said yes. I didn't push the truck. I said I had nothing to do, but I said I took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 once it happened, and that is exactly what I said to you. Carl, you told me that you didn't set it up that way, but when you were in there, you saw the opportunity. No, after it had happened, then I panicked and saw the opportunity to where, like what you wrote. That's exactly what I said. 一個爸爸喺談論仔仔死亡嘅時候，竟然會用到睇到機會呢個詞，令人感到非常心寒。之後警方就將卡帶返警局問話。喺審訊室，卡對李威嘅死俾出咗3種唔同嘅講法。一開始佢都係堅持之前嘅講法，佢喺出門口之前去到車房同李威道別，佢喺4個鐘頭之後返到屋企，先至發現李威已經被架車砸死咗。當警方同佢講佢同 Cindy 嘅對話已經被錄低咗之後，佢又改口表示，其實佢去到車房同李威道別嘅時候，李威已經被砸死咗。當時佢非常之驚，唔知道應該要點做，
所以就若無其事咁返架車，同 Cindy 一齊離開。喺警方嘅不斷追問之下，卡又俾出咗第三種講法。佢表示Lee Y喺整車嘅時候，因為揾唔到某種工具而喺嗰度疑咿，所以佢就打開車門幫佢揾工具。就喺呢個時候，車積突然冧咗落嚟，Lee Y就係咁樣被架車砸死咗。呢一切都係意外。喺經過咗9個鐘頭嘅盤問之後，警方最終以2級謀殺同埋保險欺詐嘅罪名逮捕咗卡。2013年11月，卡為咗減刑而同控方達成咗認罪協議。作為交換條件，卡必須誠實交代案發經過。卡表示佢用車積將架車積起咗，再叫Lee Y瞓入車底度整車，跟住佢就用力咁將架車撳咗落去。最令人感到心寒嘅係Lee Y當時仲有氣息，而卡就冇想要救仔仔嘅意思，只係任由佢喺痛苦中慢慢斷氣。最終卡被判15年至無期徒刑。不過件事仲未結束，警方之後亦都重啟咗 Christina 意外身亡嘅調查工作，並喺陳舊嘅資料庫入邊揾到咗之前嘅火警調查報告，上邊清楚寫明 Christina 係死於人為縱火而非意外。於是律政處即刻就以1級謀殺嘅罪名起訴正喺監獄服刑嘅卡。值得一提嘅係，警方喺進行調查嘅時候，發現卡喺被捕之前，竟然幫Lee Y嘅2個女，亦即係自己嘅孫女，各自買咗一份價值35萬美元嘅人壽保險。有一次，Lee Y嘅前妻 Casey 帶住2個女嚟到農場探卡嘅時候，卡仲提議俾2個孫女留喺農場度過夜。好彩嘅係Casey 當時拒絕咗，如果唔係，農場當晚可能就會發生意外啦。2020年2月，喺 Christina 過身嘅29年之後，60歲嘅卡被控1級謀殺罪名成立，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